这起来一家比较大的公司排查网络故障，我一进来，前台小姐姐就说他们网络非常的卡。开始我打算去故障点看看是什么情况的时候，但小姐姐非要先拉我去机房看一下，索性我只能从机房开始查找原因。这有灯吗？来到了机房，映入眼前的就是一堆让人头疼的网线，而且还有一堆七杂八杂的设备。其一看这些设备意义并不大，也叫我要优先找到他们主路才行。2条网络，这3个电话的烦恼7分，因为他只接了电话接口。那么这个和这个接上去，那么这个是主路由了。我根据光猫很快的就定位到了主路由的位置。我初步看了下主路由，他们硬件上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。我是根据它的型号来判断它的承载量还是很不错的。如果你对设备型号不了解，也可以进入到后台查看它 CPU 使用率。这里 CPU 只用了 4%， 就说明了路由器的工作毫无压力。路由器方面排除了，接着就要搞清楚他们的线路布局是否合理了。首先我看了下路由器有2个烂口都接了网线，其中我顺了一条，发现它是接这个48口千兆交换机上，看来这个就是主交换机了。这主交换机的性能也是非常不错，一般问题不会出在这里。接着我又顺着另一条网线，发现它是接这个 TOA 交换机上的，想必这交换机是负责 AP 的。这样综合判断，除了网线乱点，整体网络规划还是非常的不错。但有一点奇怪的是，我发现这些交换机网线多是多，但是没有几个是亮灯的。尤其是这个交换机除了一条主线，其他网线几乎没怎么使用。他们这边有上百个工位，但亮的灯加起来都不到10个，看来他们问题应该出在这里了。我随便来到了一个区域，发现所有工位都配了网线，但大多数人都是连接 WiFi 来办公。后面询问才知道，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大多数都是没有网口的，所以只能连接 WiFi。当时我也连上 WiFi， 打算试下这里的网速，但发现他们 WiFi 压根就连不上。好在我试了下 5G 频率，结果 5G 频率就连得上。当时连上 WiFi， 我就测了下网速，没想到只有30兆左右。4832。这边我就马上查了下电脑的连接速率，发现这连接速率低的可怕，仅只有72兆。然后 WiFi 就装在这个位置，距离我有4-5米的距离。按理说速率应该不会这么低呀。这里我就拿手机连上 WiFi 试了下，发现手机连接速率反而更低，只有39兆。而且手机和电脑同样的情况，手机是怎么连也连不上 2.4G。 看来这些 AP 配置上出了问题。当时我进后台看了一眼配置，果然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这些信号全部冲突了，我把这些信号全部改了再说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 AP 都在一个信道上，这样的话信号会相互干扰，这也难怪速率这么低，而且还连接不上。所以这边我就双击 AP， 选择手动修改 AP 的信道。我以前听别人说过，13个信道中最好用的是161，但小郭经常用其他信道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为了避免相互干扰，小郭就把全部的信道都利用了起来。全部修改完后是这样子的，每个 AP 都对应了不同的信道。现在我们再尝试下，之前连不上 WiFi， 现在能不能连得上？果然经过了信道错开， WiFi 就可以连得上了。现在我再重新连接 5G， 看一下经过错开的信道 WiFi 的速率能够提升多少兆。但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回连接速率反而降低了。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断开 WiFi 又重新连接试了下，但后面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连接速率始终上不来。当时我就有点怀疑我电脑是不是连接了这个 AP， 所以就爬上去看了下这个 AP 的 MAC 地址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AP 的 MAC 地址后4位是 169F。 于是我就在后台找到了它，给它编辑了一个海南弱电小伙的 WiFi 出来。编辑好后，我就连上这 WiFi， 然后再看了下速率，结果只有56兆，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明明距离这么近，也没有任何遮挡物，怎么协商速率如此之低？当时也用手机连上了这 WiFi， 发现速率仅只有58兆，看来还是哪里配置出了问题。我是后面才发现，这 AP 默认的频宽居然是20赫兹，后面我把它改成了80赫兹，这下电脑连接速率就提升到了325兆，手机也同样的从几十提升到了351兆。当时我就测了下网速，
虽说网速有所提升，但是网速还是没有破百，看来机房这边还是存在一些问题，索性就去机房检查了一番。当时我接上主要机就测了下网速，发现网速并没有什么问题，直到我接着 P1 交换机上才发现，到了这里网速就不过百了，看来问题出在了这里。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交换机是不是签到的，于是就看了下登口速率，发现这交换机它确实是签到的，那么就是跳线出了问题，所以这里我就换了一条跳线，这下网速终于正常了过来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些 AP 只有750兆，其中300兆还是 2.4G 的，所以经过我一番整顿，最高的网速也就320多兆。不过相比之前的32兆，网速已经足足提升了10倍。如果要想网速更好更稳定的话，除了插网线，那么就是更换 AP 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本来这里还有一半的监控是正常的，上个师傅过来一修，就把剩下那半给干没了。现在棘手的是，他也把全部的通道都给删了，所以这期更将是同行给我出了难题。既然都删完了，那么我们就用录像机搜下，看下能搜到多少个摄像头。在搜摄像头期间，厂长就告诉我，这边总共有32个摄像头，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一个都搜不到，那应该是线路方面的问题了。所以我这边得看下线路是什么情况。现在我手里拿的线就是录像机的主线，它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但是我看了一眼交换机，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你这个都不亮啊，你这个线都没改过啊？哪个？你这个交换机都不亮啊？这个吗？对呀、可能刚才我碰了，刚才我碰到了。哦，这个对，原来交换机不亮，是厂长把电源给碰松了，我这边就把它接了回去，交换机就亮了起来。那么现在就去录像机那边看看能收到多少个摄像头。你这个收得到了，但是只有9个。9个吗？啊，12个。慢慢，可能又变。上次他来的时候收的是20来个，只有10来个是丢失的。这边我等了很久，刷新来刷新去，还是12个。索性我就把这些摄像头先添加上去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添加的摄像头都是异常的。我点击了一个，显示网络不可达。我这边看了下摄像头的网段，它是2网段的，那录像机也是2网段啊，为什么就出现网络不可达呢？而且我在通道里面还看到8网段的摄像头，这地址跨的有点大了，这肯定哪里不对了。我看了下8网段的摄像头，一样是网络不可达，那我只能拿电脑出来试下了。当时我电脑开机的时候正在更新，我侧眼看了下就发现网络不可达变成了用户名密码错误，这就更奇怪了，这故障咋还变来变去的？既然现在密码是错误的，那么我就让客户输入密码，看看能不能查到摄像头之前的密码。哪成想客户就和我说，之前的师傅改过密码，他也不知道密码改成什么了，于是就打电话给我问了下。他重置过，他那个 IP 了，我怀疑是他那个其他 IP 线了，拿个 IP 搜索去搜索，看能不能看到。你先拿密码给我再解决。我拿过去，转过去，你看2个。虽说要到了密码，但是我输入的时候显示的只是录像机的密码，并不是摄像头的真实密码，但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，于是我就把这12个摄像头给删了，打算重新添加。就在我重新添加的时候，发现12个摄像头就变成了27个。喂，又多了，又多了27个，刚才12个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就全部添加上去了。但全部添加上去才发现，仍旧是密码错误。我点击找回密码的时候，它就显示操作失败。后面我才发现，个别摄像头又出现了网络不可达。当时我就怀疑，他们这网络可能有点问题了。于是我就接上电脑看下是什么情况。我给电脑固定了个2网段地址，然后看了录像机的 IP 是.2.168，于是我就浏览器输入这段地址，看看能不能访问录像机。这边我大概等了半分钟，但是一直都没有动静，那只能拼，看看能不能拼得通了。没想到现在拼也是拼不通的。我看了一下地址是对的，那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所以我只能重新检查线路了。当时我看交换机的灯，它一路爆闪，那十有八九是存内环路了。这时候我再看了下电脑，天居然就通了，
但是没有通多久，又丢了几个包。看来和我想的一样，果然有环路。不过这次环路格外的可怕。当时为了先恢复录像机，我就把所有的线都拔了。现在交换机上只有我和录像机的网线，这下拼终于正常了。之前进不去的后台，现在也能访问了。接着我就挨条插回去，原为找到这条环路网线非常的简单，我只要每插一条就看一眼拼，如果插到哪条拼超时了，那就是哪条环路了。但是后面你们猜怎么着？我把最后一条线插上去了，拼只丢了一个包，就再也没有丢了。就掉了一个。那时候也把我整懵了，全部网线都插回去了，拼没有丢包不说，就连延迟时间都是正常的。之后我等了一段时间，拼才开始丢包，掉了，完全崩了。接着我就开始拔网线，看它拔到哪条拼才恢复正常。这条拔了以后，拼还是没有恢复正常，那么接着我就拔第二条了。当时一拔这条拼就恢复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接回去验证下，看它拼会不会丢包。哪成想这一接回去，拼一直都没有丢过任何的包。这种情况我在以前也遇到过，但是在二层交换机里面发生的概率还是太少了，所以我就尝试拼2万只血的大包，看它丢包明不明显。很显然，2万只血的大包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丢包，难不成是最后那条线存在环路？所以我就把最后那条线插上去试了下。大伙有没有留意到，这里已经丢了个包，这是我插网线之前丢的。那么最后那条线应该也不是环路的那条网线，现在通过拼拔线的方法已经找不到那条环路的网线了，那我只能靠抓包去查找了。首先我们打开挖萨克开始抓包，由于这段是我在家拍的，所以目前只抓了6个包，但是只要我把这网线接上去造成环路，软件就会显示有大量的广播，之前6个包也瞬间变成了3万多个包。你再等那么几秒，3万多的包就变成了75万个。这种情况下，通常整个网络就会崩掉。我就靠这个方法找到了这条环路的网线。正当我准备查找这条线通向哪里的时候，却发现有时候真相就在眼前。我8个知道了。哦，找到了。你这条是这一条。哦，连在一起是吧？是一条线来到的，你这里环路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哦，这样慢慢。你这有环路了，就这条。哦，这个。谁插上去的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动他，但是我要问他一下，他是不是他插的，还是？就之前师傅这么一插，导致你的工作难度大大的增加了。当时我以为这条线是多余的，我就把它丢在了一边。但这条线这么一丢，后续还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现在环路消除了，录像机能收到27个上头，原为点击添加就能修好27个，但添加上去后却发现摄像头一片的异常。我看了一下状态，全部的摄像头都是密码错误。这时候厂长才和我说，之前的师傅把录像机密码给改了，这就意味着我要修改这个27个摄像头才能恢复过来。修改摄像头密码步骤我打算详细说的，但很容易出现违规的情况，所以这边我就跳过了。总之改完了27个摄像头密码后，画面就都恢复了正常。那么接下来还有5个画面，好的厂长都知道剩余5个摄像头都安装在哪个位置。这里一个，这一个。那边他接哪个交换机？带我去交换机那里。这里有个交换机是吧？由于这边的交换机实在太多了，厂长也不知道是哪个交换机负责，我只能爬上去看下哪个交换机的灯不亮就是哪个了。我打开了第一个箱子，发现里面的网线全部都是亮灯的，那么5个相头还不是这交换机负责的。当时厂长也拿来妻子一路跟随我找来找去的，由于这个过程实在太漫长了，我就跳过了。最终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回到录像机旁边才找到了这个交换机。你这个不亮哦，应该说亮，但是没有数据。不会你那4个就在这里吧？因为我看这个交换机也是 PoE， 但它只亮灯并没有传输数据，所以我就怀疑这个交换机应该也是负责监控的。我看这交换机其中一条线是接到路由器上的，那么我就用电脑接上路由器，看看能不能收到摄像头。
电脑连上了 WiFi， 然后我再点刷新那么一下，果然就找到了4个枪头。哦，收了4个。哦，对对，这下我才明白过来，大伙还记得这条没用的网线吗？它应该是这2个交换机相连的。结果之前的师傅不但让他们断开了，还把这条线插了环路。所以我现在要把这小交换机和这大交换机接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录像机就能找到那4个枪头了。看见没有？这4个出来了。 4个出来。哦，我把4个枪头添加上去后，监控就恢复了31个。至于最后那个属于线路故障了，估计看到这里的人并不多，所以维修过程我就跳过了。总之要不是之前的师傅乱接线乱改密码，哪怕网线有个标签，故障都不会发展成这么麻烦。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就在我修好了没2天，监控又坏了一半，所以还有下一期视频。好了，下一期我们接着讲。